国漫崛起喊了这么多年，一点用没有，怎么不想想是不是自己的问题？有没有努力做动画？有没有好好打磨剧本？今天我们聊聊那些年国漫踩过的坑。江浩一同学，我有了你的宝宝。这部动画是爱神巧克力，很难想象在国产动画中会有如此日系的表现。2012年到2015年的这段时间，恰好是国漫崛起的呼声最响亮的时间段，而这个时候对崛起的要求也是完全对标的日本2D 动画来的。爱神巧克力的诞生完全在情理之中，整部动画可以用一个点字来形容，你能在其中看到非常强烈的既视感。这个时期涌现了非常多类似的动画，妖怪名单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，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响屁吃动画。说的后宫更是从妲己到龙宫公主，从道姑到自己的手机无所不包。这个时期的动画都在求变，寻找全新的突破口，有的选择拥抱先进的3D 技术，有的探索着中日合作的模式是否可行。必须要提的就是国产动画找日本制作的最强先驱，仅仅6集就遗憾离场的路边一条，画面糊成乱糟糟的一团，情节抽象到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的雏风。宣发好几年，退场只在转瞬间。对于雏风的遭遇，我只能表示遗憾。在中日合作的探索上，他是先驱者，把所有坑全踩了一遍，最后交上来的答卷成功做到了让所有人都不满意。而同样被日本公司坑了的，还有从前有座灵剑山。剑光自3/10处截断，怕是此后太平日子不过3-5年。各种画面崩坏、修改设定、拒绝沟通，似乎已经成了中日合作模式下的通病。甚至国内团队在被采访的时候都直言了这些问题。现在来看，《一人之下》的第1季能在这个模式中保持住质量，真的要烧高香了。当大圣归来一棒子敲开了动画电影的市场后，从2015年到2020年，出现了非常多的模仿者，每一个都效仿着大圣的模式，创作着新时代的神话故事。哪吒、白蛇、杨戬前赴后继的走上大荧幕，但这个时期的国产动画也逐渐走进了更大的误区，在做出更精美的画面的道路上渐行渐远。后来更是卷出了深海这样将画面做到极致的电影，似乎每一个制作团队都没有考虑到，优秀的故事才是一部作品能够被称赞的基础。2018年，国漫的数量暴涨至156部，从量变到质变中的量已经有了，质又在哪儿呢？幸好在混乱之中，总有人抱着赤子之心不断前进。小烟尸魔，那又如何？可可豆动画靠着哪吒2拿下了震撼影史的成绩，让世界看到了国产动画也能做出有深度的合家欢。《一人之下3》的制作公司大火鸟文化更是一直在国产2D 动画的热土上生根，这个公司的作品十分惊人，有正在连载的《昆吞天下之掌门归来》，有黑神话悟空的章节动画六样情，有 FGO 日服的8周年纪念 PV， 参与制作了电锯人和咒术回战，履历上无人能敌。而老牌的动画公司也依然有着极强的活力，上美厂在2023年的时候为观众呈现了一部精美的中国奇谭，今年也将推出这个系列的动画电影《浪狼山小妖怪》。可以说现在的国产动画早已突破了所谓的技术壁垒，我们身后的历史底蕴也足够支撑起动画所需的内容。国产动画的崛起，从当年的宣发口号到端出粗制滥造时面临的讥讽，从躺遍雷区的求变，再到现在的佳作不断，实在令人感慨。或许现在的动画仍然要面对很多问题，产业也需要继续完善，但现在这个向上走的趋势无疑给了动画团队与观众一切向好的信心。各位观众对国产动画又有怎样的期待呢？不妨在评论区畅所欲言，一起讨论。